我哋個生活唔止揾食咁簡單。有時間同屋企人相處，發展咗場，決策要民主。唔係競爭，資源共享。我哋得益，社會得益。社會齊關心。合作社唔止做生意咁簡單。我哋做得到，你都做得到，耶！喺美國，1960至70年代係佢哋嘅反抗運動嘅黃金期。呢段期間有反戰運動、環保、女性意識提升、勞工、黑人平權同埋學生運動。除咗好多大型示威、佔領運動之外，佢哋仲發展咗好強大嘅反文化。提倡另類嘅生活態度同生命觀，包括關心他人、自我解放、與大自然建立關係、藝術文化嘅自我表達、共同分享等等。不過，因為好多政治、經濟同埋文化嘅因素底下，令到運動終於都瓦解咗。之後，仲有一啲堅持另類生活可能性嘅人，紛紛成立咗各種生產合作社同埋公社，理念係要成立一個民主管理嘅工作場所，將生活同勞動、政治同經濟嘅民主共冶一爐，實行實際嘅生活自治。不過好不幸，呢種合作社講求嘅係堅持喺群體之間不斷共識同磨合，又要盤生意維持到基本生活。呢一點可能同當時嘅人追求個人主義式自由產生咗衝突，所以好多合作社成立咗一陣就倒閉咗。但係呢個時代就為美國當代嘅合作社運動留低咗種子。當中亦有少數可以堅持落去。全麥烘焙合作社就係承接住60、70年代嘅精神，持續經營咗幾十年。由於年代有啲久遠，我哋淨係揾到文字嘅記錄。而以下我哋邀請咗中大女工同心合作社嘅社員為大家介紹一下啦。佢哋咧成立嗰個理念咧，就係對抗嗰啲食物嗰啲生產商嗰啲壟斷啊！好似香港百佳維康咁樣，對啲小市民咧冇得唔公平啊，冇得異議啊！嗰啲食物咧又好質素好差，又冇得揀，所以咧佢哋呢間合作社咧搞啲健康食物咯。佢哋嗰間咧麵包鋪咧初期咧就經營得好辛苦㗎，過咗幾年啦，咁咧佢哋啲規模咧就慢慢大啦，同埋咧仲可以做咗成20幾種生產咗成20幾種麵包啊，係全麥麵粉，冇精製糖㗎，好健康㗎，天然健康㗎，好 good 㗎。合作社嗰啲社員咧都係嚟自同一個社區嘅喎，服務街坊啊嘛。佢哋有個原則㗎，就係集體負責啦、協商啦、離價或者分工啊，工人自主咯，呢啲咪叫做。因為咧個人嘅性格又唔同喎，所以咧每個月頭都要開一次會咧嚟大家商量下啦，睇下大家互相磨合下咯，都好好㗎佢哋。咁咧共同決策啲嘢咯，每個月頭開會咁樣咯。呢間合作社啊，仲好多人加入㗎。佢哋咧仲喺啲包裝上面咧印咗咧關心社區嘅議題啦，講下啲環保議題啊，
嗰啲食物有冇加價咁咯。個個社員都話好中意呢份工，大家分享都好開心，好想繼續做落去，同埋佢哋堅持要做到底。其實我哋香港啊都有個女工同心合作社嘅，你睇下。合作社唔止做生意咁簡單，諗咗成5、6年㗎啦，我哋一路都唔賣嘅，因為呢啲咧，即係我哋覺得咧，呢個撈麵咧，始終都唔係咁健康啦。後尾後來見到同學問咗同學意見啦，咁就賣咯。即係賣一個麵咧，都會落一匙羹粟米俾同學，諗緊去健康啲咯。有時同學連續2、3日食咧，我都嗌佢唔好食住。工人要自主。咁啊，嗰啲老闆咧就原來咧，佢係起埋嗰批貨咧就執笠嘅。咁啊，預先咧就冇講俾我哋聽嘅，就成日話，好趕啊，好趕啊，咁樣加班，係咁連續落咧，我哋殘晒。我哋咁幫佢咧，佢咧一執笠咧就冚期，連糧都要去勞工處出啦。發行個強積金咧，咁啊老細咧就唔願俾錢㗎啦，嗰個強積金冇俾落去㗎啦。咁咧就同我哋重新再開過一份合約咯。咁咧將嗰10% 咧轉嫁翻俾我哋自己。咁啊實質咧我哋就係減薪。反對財團壟斷，支持另類經濟，共同分擔，成果一齊共享。20年前、30年前我都好靚嘅。做36個鐘4蚊正。係啊。潛能互學習，差異互體諒。冇啊，人同你一模一樣嘅諗嘅嘢噶嘛，就有拗撬到啦，第日咧就抹咗去咯。決策要民主，請大家一齊支持我哋嘅合作精神啦！社會齊關心，加入合作社係一件好開心嘅事。經常透過開會啦而決定一切嘅事務啦。咁除咗我哋呢個合作社嘅營運之外咧，咁啊對於社會嘅事務我哋都會關注嘅，例如7·1遊行啦，呢個佔中運動我哋會支持啦。咁講翻過去一少少歷史咧，就係我哋南亞海嘯啦，咁仲有紮鐵工人啦，過去我哋都會支持嘅呢班婦女。最近香港啊講緊民主呢個問題啊，其實合作社啊，咪即係經濟民主咯，既可以維生，又共同參與決策，一次過滿足2個願望。合作社唔係一個特別為女性而嘅發展嘅一個組織。基本上勞工就係一個工人合作社，係工人就應該可以參與。其實佢適合男同女。點解我哋會覺得合作社喺而家香港嘅情況比較適合婦女呢？係因為其實而家出邊嘅工作實在好唔婦女友善啦，亦都好唔勞工友善啦。即係喺見到婦女要承擔一個家庭照顧者角色嘅時候，其實喺出邊，譬如我哋主流揾工，你好難突然之間揾到一份工係可以遷就到你話我需要譬如屋企有急事，我可以走先嘅，係好難。咁所以我哋覺得合作社嗰份合作啦，嗰種彈性啦，對勞工嘅尊重啦，就好配合到婦女呢種角色嘅。咁而喺我哋裏邊特別搞女工合作社咧，其實雖然我哋個行業有啲飲食裏邊咧，唔係淨係女性嘅行業嚟嘅，但我哋咧就將佢係全女班咧，因為我哋同時嗰個過程裏邊係打破即係呢個上下級嘅工人同老闆嘅關係嗰種層級之外，亦都打破一啲嘅性別行業嘅分工，咁所以就令到好多嘅女工去嘗試做好多唔同嘅行業或者個崗位咧，同一個行業嗰啲男性嘅崗位。合作社係咪本身啲工作賺唔夠？維持唔到，俾啲工人有全職嘅生計，咁呢個嘅，咁呢個咧就係有啲客觀條件的，而且確係有時佢做唔到一個全職，係因為嗰個工作唔能夠係，譬如我環保清潔隊，咁佢唔可能係一個全職，或者佢個工作好唔穩定，譬如小賣店咁，個暑假又唔係一個全職咁呢個就係個工作嘅性質影響。咁但係如果你係頭先另一樣嘢就係係咪只能夠招募到一啲
揾喺市場裏邊因為俾市場踢咗出嚟，或者市場唔要佢嘅人咧，就合作社吸納佢啦。咁係咪就等於即係喺合作社裏邊嘅勞工都係即係俾人踢咗出嚟啦？咁要翻去睇就係勞動市場唔要佢係基於咩咯？第一唔係基於佢能力，你可能係因為佢年紀，因為佢照顧屋企啊，因為佢學歷，因為其實咁，但係呢個同佢嘅能力嘅人嘅能力其實唔直接相等噶嘛。其實呢啲人係好 smart 好正，因為最緊要有啲動力啊嘛。合作社嘅要求好高，又要做嘢投入，又要開會去傾埋嗰份工裏邊要嘅嘢，又要諗下究竟呢份工同你相關嘅人個客仔或者個服務對象，究竟我要點樣同佢建立關係，又要諗下社會目標。咁所以其實係我話呢一班參加合作社或者聽完合作社有興趣加入嘅人咧，其實都係啲好難得同埋好有理想、好厲害嘅一啲嘅人。有啲我覺得係有啲膽粗粗，有啲勇氣，又想冒險，有少少冒險精神嘅人嚟嘅。所以我覺得反而係佢哋係即係勞動市場走寶。